简单看两个折叠屏，毕竟别的我也抢不着。小米 Mix Fold 3大战荣耀 Magic V2， 相同的价格，体验平分秋色，还是有人满嘴跑了火车？如果此刻你也有这个困惑，那来着了，咱们一起扯一扯。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大手哥。首先 Mix Fold 3这哥们手感是比较玄妙的，也许因为方正的身形和极富棱角的整体设计，即使做的已然足够的紧凑瘦削，比小米13 Pro 更小一圈，甚至可能也就比同为21:9的索尼 Mark 5宽出个转轴。可如果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拿在手上，再结合大折叠逃不过的重量加持，属实还真就不太容易找到纤薄小巧的感觉，反而莫名流露出几分威猛霸气。不过当然，在光洁如镜的陶瓷装饰件、细密柔滑的机身切边以及借光画形的转角过渡，再加多少有点骚气的腰线等等极尽能事的精致细节综合下，倒也避免了过分刚强，整体可以说是最大限度的诠释了一下什么叫商务硬朗。缺点不用想了，尽管个人非常喜欢本次的设计，但硌手是真他妈硌手，存在感极强。另外，4筒主摄和这块陶瓷的组合，妥妥的是清洁地狱，真的很难擦干净。同时，不要以为龙鳞碳纤维就不沾指纹了，但凡手上有半点油脂，都逃不掉这个强大的吸附能力。且友情提示，它这个还有点怕刮，划出百叶是擦不掉的。最后，也许是因为空间过于狭小，音量及电源键均比较松垮，存在明显晃动。荣耀 Magic V2 就一个字薄，属实真他妈薄，薄到第一次上手能让人心头一震的那种。尤其展屏状态的 4.7 毫米，可以说包你重拾刀锋时代的燃情，无法保持淡定。倘若再尝试三星用户的话，那冲击感恐怕还得原地翻倍。不过该说不说，和小米放到一起，虽然能够察觉手感上的薄，但其实视觉差距远不会有你想象中大。这是为什么呢？ Mix Fold 3机身保留的超窄倒角和转轴盖上的腰线都功不可没。手感上Magic V2 的薄，结合圆润机身及超大转角外带 3D 玻璃，相较小米即使机身更宽，但你大概率还是会觉得明显更容易掌控。总体而言，手感比小米要友好太多，只是整体这个简约的设计嘛，就略显普通了。虽然不犯错，但也没有格外亮眼之处。不过贴心的给了这么半边碳纤维支架壳，套上之后非常的龙鳞，摸起来也几乎一模一样。至于缺点嘛，这哥们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仅针对强迫症人群。不对称的外屏只是表象，横跨内外屏几乎没有一个 R 角是完美弧形，才是它的精神内核。同时转轴侧长短不一的机身彰显性格，会心一击来了。音量键和电源键并不在筒半球，甭管折叠还是展开都有点难搞，可能这就是极限做薄机身不得不承受的取舍吧。好了，不知道单从颜值与设计的角度，朋友们更喜欢哪一位选手呢？是做足精致的商务硬朗，还是简约的极致纤薄？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关于 UTG 玻璃和 CPI 塑料，尽管往死里口肯定是后者相对软一点，但实际使用中手感层面其实很难察觉。何况甭管什么材料，最终外面都是差不多的一层不能接的厚塑料。个人觉得真正的差异主要还是平整度，荣耀整体都会有些微微的起伏不平，这点尤其在有对比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感知，会始终让你觉得没有 UTG 那么的板正。同时也许因为是这个材料的差异，尽管两者的折叠设计都非常精湛，但荣耀这边除了第一天折很浅，此后每一天不论看起来还是摸起来都确实明显要更大更深一些。另外可能是由于对纤薄的极度追求，转轴与屏幕间似乎没怎么垫，折痕仔细观察的话还会看到横向的隆起，且手指划过亦能更加清晰的摸到转轴的机械结构。当然倒也不用过于悲观，因为这套东西也还是有长处的，就是折叠时的异响始终会比小米更小。小米大多时候听起来像掰塑料片，荣耀则类似接塑料布。开壳手感也许由于转轴设计的侧重点不同，或者干脆就是磁铁吸力更强，小米这边要紧致得多。同时盒盖最后过程中磁力的作用也更加明显，转轴整体体验个人感觉和三星是比较相似的。荣耀则明显走上了不同方向，开合时转轴与磁铁作用的界限十分模糊，很难说过程中究竟是哪一方在主导，只会感受到一个平顺自然的力道。另外在合起时转轴还会有一定额外助力，与展开时的阻尼并不相同。如果抛开功用只论手感，相较之下荣耀这边可以说是明显更加舒适细腻。当然也正因为整的太过省力，很大程度会让你产生吸力不足的错觉，实际是完全够用的，不论跌落还是放包里，这个力度我感觉都不太可能会自己打开。
既然技能点到了手感上，那功用大概率就得完犊子了。荣耀虽然开合体验做得非常好，但悬停这块就只能往后稍，远称不上自由。实测我手里这台小米基本可以在10到150度之间都能停得住，荣耀则仅有60到130度，勉强还算能待，范围几乎只有小米的一半，十分有限。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使用当中不带支架壳的话，可能要浪费更多时间找角度，影响体验。另外不得不提一嘴的是，个人在大折叠中最喜欢的特色之一，外屏悬停播放，荣耀目前似乎也并不支持。最后补充一点可能不是问题的小问题，便签指为例，小米盒盖状态转轴缝隙可以轻松插入一张随便撸，不过荣耀除了两端区域正常是插不进去的，相对更加紧密。虽然不清楚大家针对灰尘问题是否有应对设计，但考虑到吹折叠次数的牛逼时全是限定的实验室环境，并不知道塞满灰尘之后会如何，所以个人觉得这个缝恐怕还是越小越好。有同学说无所谓啊，纯属鸡蛋挑骨头瞎鸡巴扯，三星缝隙宽的能插2张便签不也没事吗？里面还有挡灰条。哎，你要说这个我可就要扒他裤衩子了。三星这玩意儿5代咱不清楚，但起码1到4代挡灰条几乎可以说是设计缺陷般的存在，宽大的缝隙导致内部快速积灰，而灰尘打结之后则会直接将这个单纯用双面胶固定的挡灰条绞进转轴直接送走。比如我这台几乎没怎么展开使用也绝逼没摔过的4代就已经莫名走到了这一步，妈的根本展不平了好吗？神奇的是甚至不用拆机你也能够具体的知道是在哪个位置脱落，因为每次折叠后转轴壳都会带出挡灰条的残胶。还是那句话，当一个问题你会在展的视频中看到，基本也就意味着概率绝逼不低。震动方面，小米这边略有点拧巴。一方面，虽然系统中震感没问题，但由于马达位置大概在外屏的左上区，导致使用外屏时，尤其竖屏的情况下，就自带削弱加成了。另一方面，不知道为什么游戏中，比如和平精英，即使震感调到最大，也要比系统中弱。相较之下，马达位于背面 logo 附近的荣耀整体体验更加通顺，尤其游戏当中，对于这么薄的机身而言，表现还是超出预期的。外观效果两位朋友区别不太明显，转录之后更加难以区分，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不过严格讲，荣耀的立声效果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小米听起来像接口侧稍稍有所偏移。有兴趣可以听一听，看看你还能找出什么区别吗？没兴趣直接往后跳。影像方面，毕竟小米双长焦，其中一个还是5倍潜望，这个维度上荣耀确实没法打，毕竟倍数摆在这儿。如果追求长焦，那这俩里肯定是小米了。不过主摄和超广角指不定鹿死谁手，还是可以看一看的。我们简单瞧几个样张。同为 MS800 的两位效果区别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即使抛出锐化，似乎荣耀保留的细节也更多，小米多少有些抹了抹，尤其画面当中最亮最暗的两端范围会比较明显。另外，也许是徕卡算法加持，为了营造得视通透，某些情况下亮处个人觉得有点过曝，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细节丢失。不过荣耀也不用高兴太早，比如这张是吧？尽管小米前面的花颜色炸了，后面的朵还过曝，但好歹能用，而荣耀直接拍成了假花，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仿佛前后景不在一个图层。但是总体而言，反正各有千秋呗，多了也差不出个啥，全看诸位个人喜好了。荣耀的通用流行与小米的徕卡韵味，你觉得哪种更好呢？超广角两者都是整体套用了主摄风格，且该说不说套的还挺完整，好挠都一样，没有显著割裂之处。荣耀的角度明显更广，所以伴随畸变而产生的所谓冲击感也就更强，再结合不错的扩张度，可能更符合传统定义。小米这边角度小，所以畸变小，但估计某些情况下想出片的话，也许相比主摄会更需要你的摄影造诣。夜景方面，总体而言，我觉着还是荣耀更清楚一点，放大细节小米老是会有些模糊的感觉。不过凭借徕卡加持，多数时候可以获得更好的氛围感，很大程度避免了夜景一泛白。
白，画面不扎实的情况，只是高亮度区域该爆还是一样爆，所以针对这哥们儿感受整体韵味即可，不支持数毛。荣耀这边从白天到夜间始终都展现出了极强的高光压制，且几乎不会失手，要失就失到无法挽回的那种。比如这张不知道为什么反复尝试皆是如此，灯箱亮的好像是被抠掉了，极限弱光没啥可说的。总之一个亮点一个暗点，记录的信息大体都差不多。最后补充一个小问题，相信细心的同学应该已经发现，两位内屏的摄像头位置并不相同，所以体验会有什么区别吗？目前我觉得有两方面。第一点，当你试图通过悬停进行视频通话或者拍照录像的时候，小米由于内外两个前摄全部都在上面的那半，那么受主摄影响就很难放得平，跷跷板，且别人看你的时候永远都是倾斜的。荣耀则起码内屏是没有这个情况的，因为内屏摄像头和主摄在同半边，底座是屏幕，所以很容易调平。第二点，正常来讲，如果你用这两位的内屏玩游戏，大概率会选择抓握外屏的这半，以确保手感。此时荣耀内屏摄像头就会出现在比较显眼的地方，但换成小米的话，你基本不会注意到摄像头的存在。不过当然，倘若需要视频通话与游戏同时进行，就只能牺牲点手感了，右手始终得摁着主摄模组。屏幕方面，小米内外三星，这台荣耀内外京东方，像素密度外屏小米略微大一点，内屏则荣耀大一些，不过两者都足够的清晰细腻。实际使用，个人觉得清晰度层面没啥显著区别。有意思的是，小米内屏或许是得益于免偏光片工艺的高透光率，像素看起来好像比正常要小一点，同时实测也确实比较省电。这里100、200、300尼特为例，功耗估值分别比荣耀低了 38.6%、41.5%以及 42.4%， 且内外同功耗也并非完全胡扯。比如100尼特亮度时刨除误差，小米内外屏幕功耗确实基本是一致的，可以说只要不是极高亮度，放心用没问题。内外耗电区别理论上并不容易感知。肉眼观感，首先荣耀内屏基本完全没有做防眩光处理，而小米显然是多少有些考量。然后不论内屏外屏，广义而言，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肯定是色温较高的小米更符合国内用户眼睛的感知，更加讨喜。不过一旦两者放到一起，并且屋里屋外多看多用一阵之后，你就会发现色温相对低，很多时候都会让你觉得好像有点泛黄的荣耀，其实才是更加真实、准确、自然的那一个，甚至某种程度上能让你隐约找到宛如当年 LCD 的味道。此外，可视角度个人认为也是荣耀这边要更好一些，小米大视角会有一个相对明显的颜色变化，这点在外屏当中可能倒也没什么，不过一旦来到内屏就很难说没有影响了。拍出来或许不太明显，有机器的同学可以用差不多的角度看一下，是不是显著的一半屏幕一个色儿，如果加快晃动，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晃眼睛。反观荣耀则没有这个情况，转换角度基本只是亮度的变化，色温偏转并不明显。调光频闪，双屏最高3840赫兹超高频调光的荣耀自无需多言，毕竟超过标准23%，妥妥的免检范围。不过小米就得念叨念叨，哥们儿外屏高亮度360赫兹调光，低亮度480，相对有点那啥。但好在开发者模式当中提供了模拟 DC 调光开关，尤其整体比外屏还更晃眼的内屏，长时间暗光使用，我觉着最好还是打开这个模拟 DC。另外，不论内屏还是外屏，小米低亮度时的 SYM 频闪效应可视度均是超标的，也就是确实有点晃的意思。蓝光方面，荣耀明显好得多，以标准色温拿下目前表格中仅次于 LCD 的表现，非常不错。但是小米嘛，还是这个内屏，至此可就是频闪加蓝光双 buff 了。用的时候护眼相关设置建议尽量用一用。亮度方面，外屏全屏亮度两者区别不是很大，不过总体荣耀这边更亮一些。手动平均617.7尼特，激发可以来到1399.7，基本也就算是1400。只是均亮层面还是国产惯例，绝对数值要弱神一些。内屏全屏亮度局势逆转，变成小米这边更亮了。手动平均628.9尼特，激发1351.7，荣耀则勉强算是能有个1000尼特，同时均亮也仍是相对较弱。当然，以上都并不是哥俩的极值，是吧？10%窗口加 HDR 加强光激发满 buff 状态下，小米内屏最高可达2650尼特，外屏为2375尼特，荣耀外屏最高1995尼特，内屏1505。值得一提的是，此状态下两者 HDR 内容都会出现亮度失真，简单理解就是其实没啥用，纯属刷分模式。一定二选一的话，手动亮度时的小米，不论外屏还是内屏 HDR 效果可能都会更好一些。最后需要补充的是，虽然都已经是折叠屏了，十分的高端，但荣耀这边看起来却并没有提供后置光感这种常见的机操，显示效果数据实在是有点多，毕竟相当于4台常规手机，时间关系就不逐一赘述了。总之，这部分结论为荣耀表现明显要比小米强，甚至内屏准头直逼 iPhone 14 Pro， 同时内外屏间的色彩差异也更小。双彩上小米系统 UI 下为120赫兹，游戏内240，内屏比外屏更灵敏。荣耀系统中为144赫兹，但是进入游戏反倒会变为120，当然也可能只是回报错误，我也是吃不准，简单看看就好。温柔度实测两者其实差不太多，唯一可能需要注意一下的是，荣耀内屏的采样间隔感觉好像有点跳。
跑分有兴趣就暂停瞧一瞧，没兴趣直接往后跳。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碳纤维与玻璃等其他背板材质区别较大，甚至测量办法都不一样，所以后面全部涉及背板温度的地方，小米这边都是仅适用于龙鳞版本。3D Mark 烤机本次直接选了刚上不久的 Solar Bay， 比之前多了光锥，压力稍更大一点。首先盒盖状态，参考帧率曲线可以看到，随温度上升，两者都会降低输出，只是白名单加持下的小米下降温和一点，荣耀则极端一些，同时比小米早了起码4分钟。由于两者输出差异较大，所以温度情况就不太好比较了。不过这里有个小巧合，即使输出不同，内部温度也不同，但哥俩此时周身5面接热点的平均温度却几乎是一样的。展开状态只能说，当你抱着折叠屏整机都能散热的幻想，发现实际还是仅有普通手机的范围时，真的很忧伤。刚才外屏呢仿佛铺满的散热，只是被后面这半边硬生生通过空气烤热了而已。所以类似发热掀被子，翻开后理论上两者散热效果都更好，性能释放也就更强。这点在小米身上相对明显，荣耀则由于过于激动，更早的撞上了温度墙，倒是结果反倒好像更弱了。似乎烤了半天，除了热身，唯一有用的信息就是受限于摄像头位置，如果你要加散热器的话，小米会相对友好一些。游戏模式，小米虽然没有为内屏单独搞什么针对性设计，不过互助位置显然有所考量，放到了中间比较顺手的地方。功能中为内屏提供了一个显示设置，可以选择全屏填充裁切，或者上下半边随便挑一半显示的等比。个人觉得总体还有待琢磨琢磨的，大概3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显示设置用起来好像有点不太方便，想切换显示方式，游戏必须重启，同时切换只能到侧滑菜单中设置，流程略深，没有其他便捷操作。第二点，游戏不支持分屏，且不论全屏还是等比显示均无法纵向旋转，当然曲线救国的办法也有，可以结合小窗实现游戏双开或者类似分屏，干点别的，就是用起来可能会有些奇怪。第三点，纯属展望，等比显示的情况下，空出来的半边什么时候能切实的为游戏提供些扩展便利就再好不过了。比如类似模拟器变成手柄，把乱七八糟的按键之类的挪下来，或者干脆显示地图也行啊。不知道大家还能想出哪些玩法呢？相较小米，荣耀这边就属于不仅同样没有针对性功能，且这个纯属象征性的菜单的互助方式也没有适配，位置仍然在顶部中间，和下拉菜单重叠。即使只想要下拉菜单，也得先把这个游戏侧滑整出来，然后再滑一遍，就感觉不是很通顺。不过该说不说，哥们儿的显示设置整挺好，可以通过上方手柄直接调整显示或者拖拽，以及进入分屏。游戏可以分屏双开，分屏时支持纵向旋转，分屏再加小窗可最多4窗口，自由度和空间利用率我觉得都是要好于小米的。最后，游戏画面范围，王者中两者外屏区别不大，但内屏荣耀的视野更广，和平精英及原神内外皆是荣耀更大。至于星铁，哥俩目前内屏都无法全屏，不过小米终于勉强扳回一城，内外均比荣耀略微广一点点。游戏实测考虑到王者荣耀毕竟是容易上头的类型，另外压力也并不算大，何况哥俩还全都只能中端机画质，也就是120帧高画质与 HDR 不能同开，所以个人觉得外屏是相对更加合理的选择。半小时下来可以说两位总体区别微乎其微，同样帧率一条线，同样的不到3瓦低功耗，甚至周身5面最热点的平均温度也仅仅只相差 0.04摄氏度。不过本次引入了个 PC 端的指标 1 low， 简单理解就是用这半小时中帧渲染时间最差的部分来计算帧率，极度放大不加表现，其结果会大幅小于平均帧，甚至小于最低帧。可以看到荣耀这里的结果是 102.7 帧，而小米为 84.7， 所以再结合波动情况以及平均帧往死里扣的话，这局荣耀小胜半筹。半小时最高画质原神，这里选择了散热更好的展开状态。如果让我直接说，我觉得两者半斤八两，全都卡灯了。委婉点就是，毕竟散热只有半边，所以受限于身形，约等于不如常规手机，这点注定直接影响性能释放，于是发挥的不像8.2领先版，也就不足为奇。其中荣耀最为有趣，管你游戏是多少，反正老子起手50帧，什么还是太热，那就40，治不了游戏还治不了你吗？不过该说不说，其实如果综合判断，它这套同时做到了坦荡与猥琐的操作，还真就算表现不错。尽管所帧之下平均帧率是没有小米高，但不论波动还是卡顿，亦或精神病1 low， 全部都要更好。不够的话，再加平均功耗低 14.6%，SOC 平均温度低10度。重点是以上还全部都是在机身更薄的条件下，不知道朋友们觉得这算不算是已经尽力了呢？最高画质星穹铁道，总体情况和刚才的原神十分的相似，平均帧率确实小米更高，只是综合其他数据一样好像没啥实质优势。不过如果单纯想找回点面子的话，倒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帧率曲线不难看出哥们降帧是降帧，但可没像荣耀一样直接锁帧，所以愣着干什么？当然是加散热了。还是原神为例，为方便操作，直接折叠上背夹。不出所料，小米终于找到点感觉，压过了荣耀，甚至卡顿的情况暴降 65.8%， 效果喜人。少年，你想用折叠屏玩游戏吗？最好也整个散热器。
充电方面，4800毫安时小米67瓦快充，1%到100%耗时43分钟，完全充饱55分钟；5000毫安时荣耀66瓦快充，2%到100%耗时55分钟，完全充饱则需82分钟。没有了，总体看起来荣耀没有想象中差，小米也没有想象中好，两者都没能达到应有的理想状态，尤其是针对性的软件设计，只能用巴拉卡机来形容，主要好像也没啥可用的。希望两位后面的新系统中能尽快完善起来。至于硬件层面，荣耀轻薄，手感好，屏幕护眼色准强，但悬停确实有点糟。小米悬停整挺好，内外屏幕同功耗，拍照还有双长焦，但是你稍微回顾一下，其实好像处处又都没能发挥最大实力，整体有待优化。难怪哥俩一个价是吧？折腾这么半天，谁也没弄死谁，哎，谁也没比谁强多少。不知道你觉得哪个算更好呢？欢迎评论留言参与互动，给大伙参考参考。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